一位前辈长辈，他很热衷社区的事务，然后找我去社区帮忙。他们因为一开始他要培训课程，然后要做社区的营造，然后我就会开始去接触的这一块。路上在想的时候啊，突然间就发现木栈板。为什么路边好多木栈板都一叠一叠的堆在那边？它却被厂商从国外把货物进口来之后，把货物卸掉，然后那木栈板就任其丢在那边，让它吹风，然后淋雨，然后甚至于腐烂掉。好一点的可能再利用，它最多只是被拿去当柴火烧，就是。一开始我是比较辛苦了，就是也算是真的误会，就是我会去拿可能一车的木栈板，可能我会做一张像这样子的平板画，或者是做一个他如果需要桌子或小椅子，我就做一些给他，用交换的方式。现在的法令是不能这样子，它的木栈板怎么来，必须要怎么消化，要有完整的记录。那这个法令会越来越严格，要做木栈板所砍掉的森林。那是非常庞大的，全球每天有2亿个木栈板在流通、在使用，但是有80%都是丢掉，每天在砍树，每天在用。大卖场它的木栈板就蛮安全，因为食品级的都是安全的，它除了烟熏处理之外，不会再有其他化学部分。如果它已经被淋过雨，甚至一段时间有变比较深的颜色了，那都还可以用。你拿回来之后拆开来，把铁钉都拔掉之后，你就是要把它再阴干，不能在太阳底下晒，它会裂掉，很快的裂掉。你阴干木头一定是要好天气的时候，然后像外面这样子，你要背着阳光的那一面，然后放开，就是一片一片的摆开，这样子让它慢慢的阴干，这样就可以用。那有一些像你在这边看，这就是比较新的，这就是所谓的风化过、腐蚀过的。这样的层次的感觉，我不用特别去上黑漆，它就会很漂亮，就会有那种反复古的感觉。所以这样旧的木栈板还是可以用啊，看你用在哪里。这么多年以来，真的是就是我刚刚讲的，人家都讲艺术家真的很这句话是最常跟我讲的，就是戏剧书杯啊，他就常常跟我讲，像。因为我原住民的名字叫吉浪，你真的确定这么年轻你要走这条路吗？很苦的耶，说没关系，就苦下去吧，跟你一起苦。所以他常常会教我一些东西，像练剧的创作，就是都是他教我。一开始做这个木栈板，很多人笑我，你堂堂一个驻村艺术家，你在搞这个什么名堂，干嘛做这个？我们在推广木栈板回收再利用这件事情上，我们还是再笨啊，再被骂，我们还是会继续把它推广下去，教民众怎么样拆栈板也可以，这是一个部分。然后怎么样在一块木栈板把它拆下来的一片上面，可以利用一片可以做出一个东西，像这样的花的一些图腾的图案，会尽量多做一些，然后就是来展现这个。花果跟这个木栈板、平板的一些作品，这样子，栈板真的能够再利用，而且它再利用的层面非常广，而且非常好用。它就是已经尺寸都固定，所以我们民众要拿来 DIY 很好用。这个东西就不能让它轻易的浪费，所以就是它该有的生命不应该只是砍掉树木做成木栈板，再过一次就被丢掉，不应该这么可怜，是这样觉得。